Hello，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今天来讲一下我在柬埔寨看牙医的小故事。说是小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感受心得。对，那事发原因就是我昨天就突然开始牙痛，而且半夜痛到还完全睡不着。就楼上稍微一点点声响都可以把我吵醒的那种状况了。然后今天刚好放假，不得已我就只好去看医生了。我原本是很想忍一下就算了，这个不要学，这个不好。其实牙齿出问题就要去看，要不然一拖都会变大病。对，OK，那我到了，我跟他约是早上10点，到了之后他就让我填一张那种基本的资料表嘛，就是名字啦、联络电话啦，有没有过敏啊，有什么治疗史啊，还有抽烟啦之类的。对，然后再来就进到诊室里面嘛，那医生就帮我看了一下，他就跟我说：“哦，你这个是牙床感染。”简单来讲就是牙床被细菌感染了，起因就是牙周病。对，那其实我也知道我有牙周病，我在台湾之前看医生之后就知道这件事情。那这是我之前没有好好保养牙齿的后果。对，先有因后有果。现在知道要保养有点来不及了。OK，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接不接受照 X 光？那当然我也知道照 X 光这种事情还要额外收费，而且不便宜。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不便宜了，我就问他多少，他说88块美金。88块美金，妈呀，痛死啊！我说我说那可以不拍吗？他说不建议不拍啊，因为他会想要看我牙齿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再来决定怎么样帮我治疗。当然也可以直接清理，但是直接清理不保证后面不会有问题。我挣扎大概30秒，我想说好吧，那就让你拍吧，反正我来都来了。OK，好，那拍完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的 X 光片。其实它还有一个全3D 的照相图但是呢还要用另一个软体开，我就懒得安装，懒得用了。大家看这张其实也看得到。不好意思，这就是本人有点丑陋的牙齿。这个白白的不管。好，这一个呢，就是我今天出状况的牙齿大家可以看到，一般来讲健康的牙齿你看隔壁这个不算太健康，但是它中间是不是都还有这个牙肉这个部分存在，对不对？但是像我这一颗就已经完全被细菌给吃掉了，而且我的这边的肉也都不见了。而且我这里大概剩下3公分多。医生跟我说，如果我这个不处理的话，继续摆烂下去，我这边可能全部都被吃掉。对，听听也是蛮恶心，让我想到僵尸啊。OK，然后我就问，他就给了我2个方案，一个是简单的清理，一个是开刀再清理。当然价格有差，简单的清理20几块美金，开刀清理大概还要另外加个60几块美金。对，那我就问他一句，那你最推荐的方案是什么？他就给我第3个方案，他说拔掉。装假牙。我靠。我想想，靠，那不是更贵？要死啊。OK，但是他就跟我解释说，因为我这一个已经很严重了，就算现在清理了，之后可能还是要把它拔掉。我说那什么状况之下要把它拔掉？他说如果之后又发生一样的状况，你又开始痛，那好吧，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假设一劳永逸，那我做装假牙的方式要花多少钱？总是要先问一下价格吧，对。他说活动式的假牙，我记得大概快1000块美金吧，然后固定式的假牙大概3000块美金，快3000块。就是他妈的好贵。真是他妈的有够贵。但是台湾我记得好像也差不多，而且可能更贵。对，而且他跟我说，如果我做假牙，拔掉做假牙这件事情还要等6个月所有人都要等6个月，必须要等到这个肉长回来之后才有办法去做假牙。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那我就再拼一把吧，就是做深度清理的方式。那在这边的话，我就要跟我们台湾的牙医师比较一下了哦。接下来的言论，我先声明，不代表所有台湾的牙医师都是如此的情况。对不起，我先声明哦，就是绝对不是指所有的台湾牙医师哦。这个就是我之前到某间大医院，这家医院多大呢？就是台北也有，高雄也有，其他某些县市也有啊。我就是大概讲到这里哦，那大家也就不要瞎猜。我不太想说之后我回台湾看病的时候被人家封杀了，在这边说人家坏话。OK 啊，他那个时候也就是跟我讲我有牙周病，然后告诉我要好好的清洁，然后用牙线、用牙线棒、牙尖刷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一点我比较不能接受，他要我每周都回诊。那每周都回诊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是不太理解，而且我回诊了2次，这2次也没做什么事情，感觉就是讲讲话、聊聊天，就回去了。而每次一去，我都要浪费1-2个小时，所以后来我就不回诊。对，那我得说一下我的感受啊，我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动作有没有任何的怎么讲呢？效果在，或者是有没有任何的理由？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只是想赚我的挂号费。对，因为我觉得什么事也没做，也没在做什么治疗，或者是检查，或者是甚至该给我什么药都没有。对，那像这里他跟我说，在我这边，在他这边做完清创之后呢，清理手术之后呢，建议我3个月到半年都要回诊一次。那我问他说，那回诊的话是为了什么？他跟我说，就是会帮我洗牙，并且再帮我上药哦，防止细菌滋生。对，就是人家做每个动作都是有目的性的，而且会告诉你为了什么。那我那时候在台湾的经验就是，我不感觉不到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也许是我不懂吧，反正我就是感觉起来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也颠覆了我对于在东南亚看医生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之前都会觉得说，东南亚的医生好像比较不像我们台湾那么专业。我今天是不是一次惹了两边的医生？OK，对不起啊，这是我个人的成见啊。其实今天看完这个牙医之后，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我的感受是非常好。对，好，那价格也是蛮贵的啦。OK，那后来咨询完之后，选定好我要做清创手术，那接下来就是清理嘛，就是我哀哀叫的时刻，这个我们就跳过，因为它不重要。反正叫完之后就痛的要死，而且还缝了，而且然后我下礼拜必须要去拆线。对，那最后就来讲一下价格吧，让大家清楚一下在国外看医生的价格。先说啊，因为在台湾有健保，所以你会觉得某些有时候看医生就一个挂号费，现在大概150、200吧，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听说涨价了，已经不是以前的100块了。那像我在国外看这个牙医，今天就是15块的咨询费，88块的这个是 X 光，然后16块的好像是那种不知道这个英文单字是什么意思，我刚刚查不出来，就好像是清创的一些工具的手术，然后再来60块就手术费了，总共$179，这是治疗的费用啊、然后再来是药物的费用啊、那个漱口水药用的漱口水$9单价，然后那个止痛药$4，就一片吧，对，大看一下。10颗$4，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清理细菌的
的药，21颗，单价是$0.5，总共$10.5。再来，这个是那个，如果我嘴巴肿起来了，我不是现在也有点肿了，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看出来吗？对，那肿起来的话，就每天吃了，就24小时1颗，那单价是$2，总共$6啊，所以有$29.5。所以我今天光看医生就花了$208.5，大概也快7000台币了吧，6000多，好贵，贵死了，超贵的。所以台湾有健保还是蛮不错的，当然我觉得也造成了一些医疗乱象啊。算了，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好，那最后就是推荐一下这家牙医诊所如果各位未来有机会到柬埔寨做我的同事，好来柬埔寨玩，那遇到牙齿上的问题这家叫 Malis Dental Clinic 然后帮我看病的是这位医生叫 Doctor 巴拉巴拉马DTS， 我不会念，对不起。好，这是他的地址，然后这是他的电话。OK， 这家医院这家诊所我还蛮推荐的。我觉得他们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而且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后续怎么处理，他都会跟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对，老实说啦，比我在台湾看这么多年的牙医相较下来，他是让我感受最好的一次。虽然非常的痛，而且还非常的贵，嘴巴痛，心又痛。好 ，OK， 今天的小故事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